大家好，歡迎來到紅牆觀察，我是美玲。連日以來呢，網絡上再度傳出了幾條重要的消息，一個呢就是李元朝被查。2月1號，有消息來源稱，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國副主席李元朝再見。李元朝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有人就問了，你這個再見是什麼意思呢？是被抓了還是去世了？消息發布者回復了2個字：審查。一些網友表示質疑，認為是不可能。副主席就相當於拿了免死金牌了，他沒有任何威脅，早已經賦閒了，並且呢，國家副主席的時候呢就已經出局了。感覺李元朝人畜無害呀，都75歲的人了，抓李元朝這種已經邊緣化的官員沒必要吧？社會心眼那麼小呢？連退休李元朝都容不下，難道真的是要搞家天下？老大真的紅眼了，要把所有看不順眼的人都幹掉。看來呢，網友們還是太不了解中共獨裁者的心態了。看看張又俠、劉振立，就會得出一個明顯的結論：在中共這個絞肉機的體制之下，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包括習近平在內。因為對手呢，一定會找尋一切的機會對他下手。看看抓了江青的懷仁堂政變，這就是歷史給予我們的答案。那麼這2天呢，還有一條消息同樣是非常的勁爆，那就是何衛東也掛了。這條消息呢是在1月31號出現的，消息來源稱，經多方核實，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何衛東自盡。事實上呀，何衛東的類似傳聞在半年多前就已經出現了。2025年5月24號，獨立評論人蔡勝坤曾經在節目中爆料說，何衛東也走了。他說，何衛東自兩會結束以後被抓，最開始是在301醫院受審，後來又關押到了保定。但是詭異的是，5月中旬看押何衛東的警衛已經全部返回北京，連何衛東的廚師也都回到了北京。蔡勝坤說，最新消息說是何衛東走的時候呢，比何鴻鈞還要早。那麼準確時間就是在5月2號，具體地點呢也是在301醫院。那麼在這次的張又俠、劉振立落馬傳聞當中呢，蔡勝坤在 X 平台上發布的消息，曾經獲得美國情報界大佬弗林將軍的轉發評論。這一動作顯示，美國政界已經意識到了X 平台上的消息是他們獲得中共政治內幕的一個重要的渠道。事實也證明呢，這些網傳消息有的具有極高的可信度。弗林將軍在評論這一張又俠、劉振立被抓的消息同時呢，將他們分享給了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與戰爭部部長海格塞斯以及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2025年5月19號，蔡勝坤還曾在 X 平台上發文，稱來自北京爆料人的消息呢。中共軍委政治工作部常務副主任何鴻鈞上將在被軍紀委羁押期間呢自盡了，經301醫院緊急搶救無效，於5月18號下午離世。至少從李克強開始，中共高層人物的反常去世案例大增，外界普遍認為這些案例的背後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黑幕。比如像2025年6月，前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前副主席許其亮突然間掛了，終年是75歲。據稱呀，許其亮是在早起在院內跑步鍛鍊時呢，突發心梗送醫後不行了。當時很多人就認為，共產黨的這個說法根本就不可信。許其亮才75歲，身體素質很好呀，跑着跑着步就這麼不行了，絕對不可能認為他又是一個李克強。那麼除了許其亮呢，還有现任空軍司令員常丁球，不久前也傳出了這類消息。2025年12月11號，中國知名政治學者劉軍寧在 X 平台上發布消息，现任空軍司令常丁球上將在軍紀委監察委留置約談期間突發心梗去世，這個呢也掛了，也是心梗。這雖然是一條傳聞，但此後的常丁球真的沒有公開露面了。在幾個本應該出席的會議上呢，他連續缺席，所以呢，他出事可能性正在快速上升。常丁球是1967年出生的，今年還不到59歲，正值壯年，而且呢還是空軍。
2015年，習近平第一次93大閱兵時呢，常汀球還親自駕駛着歼10A歼擊機飛過天安門。他是56位將軍領隊中最年輕的少將。這樣一個有着超過一般人身體素質、獲得專業醫療保障的空軍司令，很難讓人相信他會發生這類的病情。因此呢，外界普遍認為事出反常。那麼對於其他的中國軍人來講呢，解放軍報自己一篇文章，形同攤牌。他們與習近平之間現在宛若懸崖邊上的格鬥，再無調和的餘地。1月31號，中共解放軍報以本報評論員名義在頭版的報眼位置發表文章。這篇文章呢，再次透露出了軍隊裡的真實消息。它不但驗證了外界的各種傳聞，而且呢，將軍隊裡對習近平的不滿暴露無遺。同時呀，對於軍隊裡所有支持張耀俠、劉振立以及其他反對習近平的軍人來說呢，這篇文章也將他們逼到了絕地。要麼是引頸受戮，要麼反戈一擊。他們現在已經是沒有其他選擇了。那麼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請聽我們來為您一一道來。從張耀俠、劉振立這兩名軍方的實權派人物被官宣落馬以後呢，中共軍隊方面的沉默引發了外界普遍的猜測。大量軍隊異動的消息以視頻的方式在網絡上瘋傳。一些地方民眾還反映說，出現了類似的槍聲、炮聲的巨大響聲。1月31號，似乎是要消除輿論海嘯帶來的衝擊，中共解放軍報發表文章，標題是“堅定反腐必勝，強軍必成”的信念信心。那麼很多人往往會認為呀，這個標題只不過是一句中共政治口號，而事實上它更是一句政治黑話。在中國，許多人都知道共產黨的報紙要反着讀。當中共喉舌強調什麼的時候，恰恰就是缺少什麼。在文革中，中宣部長陸定一的妻子閻衛兵，他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僅憑人民日報上林彪名字的消失，加上喇叭裡突然間開始播放3大紀律8項注意，就敢得出重要結論：黨內出了大事一樁。因此，解放軍報的這句口號式的標題，核心關鍵詞有2個，即堅定和信心。呼籲堅定信心，正說明信心不堅定。這說明張耀俠、劉振立的被抓，引發的是中共全軍範圍內的人心大震動。無形當中，這證實了外界的傳聞：各級軍官遞交辭呈的、打報告的、要求轉業的，或者乾脆原地臥倒的，甚至以各種方式抗命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情況。否則呢，中共絕不會在這份每個建制班都要求訂閱的解放軍報上，在報眼的這樣的醒目的位置，吆喝什麼堅定信心。中共現在最怕的，那就是軍隊裡張耀俠、劉振立的戰友，遍布全軍的部下，和習近平來一場真正的刀刃向內。文章裡呢，還有一段黑話，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全軍官兵要堅決擁護黨中央決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整段話裡呢，最關鍵的就是這個“要”字。用同樣邏輯解讀這段黑話呢，等於說習近平抓了張耀俠與劉振立，在軍隊裡根本就是不得人心。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連日以來軍隊裡一個一個頭面人物連表態的都沒有。這2句話呢，似乎已經證明了外界對於這種異乎尋常的沉默所做出的觀察和分析是準確的。以張耀俠、劉振立為代表的軍中勢力與習近平的較量還遠遠沒有結束。那麼文章裡呢，還有這樣的一句黑話，說反腐敗關係着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事實上呀，這已經充分說明中共嘴裡的反腐敗與真正意義上的腐敗完全沒有關係，它只不過是打倒政敵時的一個幌子而已。這句黑話裡暗藏的真正意思是，抓捕張耀俠、劉振立是習近平要為了掌握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有他們2人在，軍隊裡的人對習近平陽奉陰違，讓習近平的各種所謂的決策落空。文章釋放出的信息應該讓所有的軍人警醒。文章指向軍隊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叫囂涉及多少查多少，牽扯多深挖多深，即使把隱藏的毒瘤隱患清除掉，除惡務盡。
這些話意味着張劉兩人的軍中人脈網絡面臨着空前嚴酷的大清洗。那麼对習近平来說呢，任何張劉的軍中支持者都是他的心腹大患，他一定要除之而後快。大批将領的被抓，加上這些杀气腾腾的信息，已經把無数的軍人逼到了牆角。他們面臨終極選擇，要麼就是束手待毙，要麼就是揭竿而起。事到如今，再也沒有婉轉的餘地。無數軍人與習近平之間，現在正在上演一場懸崖邊上的白刃格鬥。只不過，習近平萬萬想不到的是，这是他親手促成了預言的應驗。有一軍人身帶弓，直言我是白頭翁，東邊門裡伏金箭，勇士後門入地宮。千百年來，人們都在猜測着這則預言所蘊含的深意，現在謎底似乎已經揭曉。有一軍人身帶弓，暗含一個張字，直言我是白頭翁，暗含一個習字。東邊門裡伏金箭，暗含一個劉字。習近平抓了張耀俠、劉振立，身帶弓、白頭翁、伏金箭三個角色之間衝突已經正式開演了。這衝突引出的將是本預言的最後的一幕，也是習近平最恐懼的一幕：勇士後門入地宮。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給人希望，為正義發聲。感謝您關注紅牆觀察節目，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